来看看这个粉丝的问题，他找人写了个 EA， 但是呢，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信号的网格，他觉得浪费了很多机会，问能不能改。我简单看了下啊 ，easy， 很简单。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会带着大家逐行代码的去实现这么一个自动交易的程序啊，我简称为一篮子网格 EA 啊，网格嘛。顾名思义啊，它就像是一条河里的这个渔网。那么河水中的鱼呢，就像 K 线啊，就像价格。走到下面的时候呢，这个渔网啊，它就会自动的买入啊。那走到上面的时候呢，渔网呢又会自动的卖出啊，低买高卖，循环往复。直到某一天啊，碰到一个体积超大的鱼啊，比如说一个鲨鱼，那么你的渔网就被挣破了啊。钱呢也就没了啊，开个玩笑啊，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性格的方法啊，这是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的。那么今天要做的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像我们之前做的网格呢，都是一次只做一个信号啊，比如说一旦EA 抓到一个买入信号，它就开一个买入的网格啊，然后之后呢，它就卡住了啊，它全部的逻辑都是在想，我这个买入的网格什么时候能够解套啊？如果这个时候行情反转啊，出现一个绝佳的一个卖出信号啊，或者说就是一个其他的信号，那么这个 EA 它会怎么办呢？它可能就会忽略这个信号啊，因为它还陷在那个买入的网格里面啊，一直在处理就是如何把这个浮亏打回来这个问题啊。那可能说你新的啊，你认为你新的这个做单信号确定性是很高的啊，但是系统它也不会去做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在一个 EA 里面如何处理多个信号，如何处理多个网格啊。那么不管是新的网格还是旧的网格，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啊，并且整体的仓位、手数、盈亏平衡点啊都要清晰明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这个程序啊。那么这个程序啊，这个代码写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回测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啊。当然这个 EA 我也还是会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盘中啊，包括其中会用到的这个卡尔曼滤波器这个指标啊。所以感兴趣的你可以自己去下载啊，自己进行回测啊。当然呢，你也可以跟着我啊，就跟着视频一起写一下啊，写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网格 EA 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些代码的主要目的啊，还是告诉大家怎么写。至于里面用到的这个交易信号啊，你是完全可以替换成你自己认为合适的啊。好，那么这个过程啊，我可能会写的比较快啊，因为我是假设你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知识点的啊，所以如果你看的比较吃力啊，那么你就多暂停，多思考啊，思考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写。好，打开我们的 MT5，然后点击菜单栏上的 IDE， 也就是打开我们的这个 Matter Editor 啊，代码编辑器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把 EA 的这个骨架搭起来啊。今天这个 EA 的代码相对来说会稍微多一点啊，所以我大概率啊，它这么一个视频的话，我可能是讲不完啊，我可能会分2个视频进行发布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订阅、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我啊，这样就不会错过后面的视频。好，我们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啊。不管你叫什么都可以啊，都不会影响我们的逻辑啊。好，那么我这里先把它修改成我习惯的样子啊。OK， 在顶部的话，我是先写的一些版权类的信息啊，这个你们可以不用写。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下单会用到的一个这个 trade 类啊，那么这是一个 MT5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官方的很方便的一个做交易类的，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工具库啊。
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定义了2个 enum 啊，2个枚举类型的，就是2个枚举啊。它这里什么意思呢？它就像是给 EA 创建的这个下拉菜单啊。那么第一个这个 close mode 的话，它就是用来切换我们的平仓模式的啊，因为我们是网格嘛。那么网格呢，它有我们这里的设定是有2种平仓模式的啊。一种的话就是按照金额，也就是我们赚了多少钱之后我们就离场；一种是点数，我们赚了多少点数之后我们再进行离场啊。然后再下来这个 MA mode 的话啊，它是代表的是我们你是使用这个普通的均线作为交易信号，还是说你要使用这个更平滑、延迟更低的这个卡尔曼滤波作为我们的这个交易信号啊？那么这个卡尔曼滤波线啊，就是这个绿色和这个红色相接的这一条线啊，它是我们这个卡尔曼滤波线啊。这个我单独的出过一期视频讲过啊，那么这里我还是简单说一下啊，它其实就像是一个能够自我纠错的，比如说天气预报员啊，那么它会先预测下一个值，然后再测量真实的值啊，最后根据猜错了多少来修正自己的这个猜测的这个模型啊，以便下一次会猜得更准啊。那么我这里呢也是提供一个自定义的这个卡尔曼滤波器啊，那么它会通过不断的用当前的价格去修正它对价格的上一次的这个预测啊，并同时估算出价格的一个速度啊，最终得出一个更平滑的一个滤波的一个价格线啊，并且用这个速度也可以用来判断它的这个趋势方向啊，比如说它这里的这个红色的线就代表的是下跌啊，绿色的线就代表的是上涨啊，所以最终呢，它呈现的方式也是类似于一条均线的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做成了一种选择啊，就是你可以选择使用普通的均线，或者说使用这个卡尔曼滤波它所呈现的这种线啊。当然不管是哪一种啊，那么这里的做单信号都是这个价格与线的交叉啊。那么比如说 K 线向上穿越均线就是做多， K 线向下穿越均线就是做空啊。其实这个信号在我们这里倒也无所谓啊，因为当我们把完整的这个 EA 代码写好之后啊，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模板啊，那么后续你想修改什么样的信号啊，都是非常简单清晰的。然后我们这里再把所有的这些关键的一个变量啊，都给它做成这种input 啊，就是输入型的参数啊，然后使用这个 input group 来把它们分好组啊。那么比如说基础的参数啊，一些开仓的手数啊，网格的间距啊，手数的一个乘数啊，都可以在这里啊。然后就是平仓的一个模式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块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你具体的一个盈利金额的一个设定，或者说盈利点数的一个设定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信号设置啊，你是使用这个均线啊，还是说卡尔曼滤波线啊？那么这些外部参数后面的话都会用到啊，大家可以带入到具体的代码之后啊，再去细细的理解。好，再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是整个 EA 的一个灵魂啊。我们这里要设定一个 structure， 一个结构体啊。那么，比如说这里的这个 grid basket 啊，它就是一个篮子，也就是说一个网格的设计图纸啊。那么它就是规定了每一个网格系统都必须包含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 ID 啊、magic number 啊，还有这个什么交易方向啊、初始手数之类的啊，都是在这里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声明啊。
那么有了单个网格的一个设计图啊，也就是单个的一个篮子的一个定义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个篮子架啊，因为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网格啊，这就需要我们提前声明一个全局的一个动态的数组啊。那么所有新创建的篮子、新创建的网格都会被放到这个篮子中进行统一的管理啊。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再设定一些定一些一个全局变量，比如说叫号器啊，这个基础的这个 basic 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包括这里把点数转换成实际的价格进行一个存储的一个变量啊，包括还有我们指标的一个句柄、指标句柄的一个数据缓冲区啊，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声明，也就是我们全局变量都是放在这里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话，这一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EA 它需要用到的一些自定义的函数啊，都是函数的这个原型声明啊。这里只是一个声明，没有包含具体的一个实现啊，它的实现我们会在下面一一进行讲解啊。那么针对于这种声明的话，你们写也可以啊，不写也可以啊。因为我之所以写，是因为它会方便我待会儿进行讲解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能一次性把所有的函数都写完，但是有些函数我们会提前进行调用啊。如果不这么写的话，我待会儿编译的话，它会出问题啊。所以，我这里写的话，更多是出于一个讲解的原因。OK。这个变量包括这些函数都声明好之后，我们再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我们的 onInit 初始化函数啊。那么这个函数它是在 EA 加载时只运行一次的啊。那么大家看这块的内容的话，它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什么，刚才我们声明的这个 enum 类型啊，就是让我们选择，就是根据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不同的信号类型去创建不同信号类型所对应的这个指标句柄啊。那比如说，如果用户选择的是这个 MA mode 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加载 MT5 自带的这个普通的均线啊。如果用户选择的是卡尔曼滤波器的话，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 iCustom 去加载这个卡尔曼 filter 这个指标啊。那么这个指标它是我们自定义的啊 ，MT5 里面是没有的啊。如果你要用的话，就去我的网盘下载啊，然后把它放在这个 MQ15 下的 Indicators 文件夹下才可以使用啊。包括大家如果去网盘直接使用我们这个 EA 的话，也要注意啊，你要提前下载这个指标，并且把它放在这个 Indicators 文件夹下才可以使用，否则的话你这么写是没有用的， EA 是会报错的啊。好，那么拿到句柄之后，我们再首先进行一个时序的转换啊，这是为了方便我们待会儿进行这个K 线值的一个调用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篮子下进行一个清空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用户输入的这些点数啊，它输入的都是一些点数，我们把它转换成为一个价格啊。那么这些就是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啊，一些准备工作。好，这里是进行一个指标句柄的一个释放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再接着我们写这个 EA 的心脏啊，也就是 onTake 函数啊。那么这个函数里面的所有代码是每个报价每个 ticket 都会被触发的啊，所以它这里面的这个效率啊就是至关重要。所以这里我们写下第一行代码，也是最重要的一行，就是这个 is new bar 的一个判断啊。那么这个 is new bar 呢，它是我们自己写的函数啊，我们待会儿会实现啊。它会检查是不是现在当前的这根 K 线是不是一根新的 K 线啊？那么如果说不是一根新的 K 线，
因为我们这写了个取反啊，如果不是新的 K 线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直接 return 出去啊，就是立刻把这个停止，然后直接退出这个 unticket 的方法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不希望我们的这个交易逻辑啊，比如说你这个价格与这个均线的这个交叉这种行为，或者说管理网格的这些动作、这些逻辑，在同一根 K 线上，因为价格的来回跳动而重复性的反复执行几百次啊，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想让它在每根 K 线上只执行一次啊。那么这个 As New Bar 方法实现的话也非常简单，它基本上就是比较当天的这个，我们这里写了一个全局变量啊，当天的这个 K 线数量和内存中它这个 K 线数量是否一致啊？如果不一致的话，就代表当前 K 线是一根新的 K 线啊。好，接下来我们写一下这个 As New Bar 函数啊，包括这里的这个更新均线这个函数，我们也把它写一下啊，因为它两个基本都比较简单。好，那么如果经过了这个 As New Bar 的检查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更新我们的这个指标的数据啊。那么就是也很简单，它就是调用我们的这个 copy buffer 函数，去把均线或者说卡尔曼滤波的这个最新的值从指标缓冲区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buffer 宿主中去啊。因为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个接下来这些所有的逻辑啊，用的都是最新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数据啊。好，那么这个数据更新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获取当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报价啊，这里是 ask 价，这里是备的价格啊，然后我这里是使用的这个 normalize double 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习惯啊，它可以自动的帮助我们把这个价格进行一个规范化啊，就是处理掉多余的小数位数啊，比如说第6位、第7位、第8位啊这种非常多余的这种小数啊，就是确保我们的这个价格是100%符合当前经纪商的一个报价精度的啊。那么这样做的话，就是后续我们在调用这个 trade.buy 或者 trade.sell 的时候，它不会触发这个 invalid price， 就是无效价格的一个错误啊。OK， 然后这些工作做好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的逻辑了啊。然后总共有3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检查信号，第二个就是管理所有的这个已经激活的网格，然后第3的话就是清理掉已经平仓的网格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步的话，就是这个 scan for intro signal 啊，就是这个函数的话，它是我们 EA 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探测啊。我们把它实现一下。OK， 它这个函数的话，也是有3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关卡。然后第一个关卡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容量检查，我们会首先检查我们的这个宿主，也就是这个篮子架，它是不是已经满了。如果你当前激活的在用的这个篮子数量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面板这个 input 所设置的这个最大的容量的话，我们就立即退出啊，就是不检查任何新的信号啊。那么这是防止 EA 在一些可能失控的行情中会无限开仓的一个防线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第2道关卡，也就是我们信号的一个判断啊。我们首先是获取到 close 1，也就是上一根走完 K 线的一个收盘价，然后 close 2就是上根 K 线的收盘价，以及 current bar time， 也就是上一根走完 K 线的一个开盘时间啊。那么这个 current time 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它对于我们后续判断做单信号的一个唯一 I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识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金叉信号啊，那么我们是检查价格是不是在82的时候
还低于它自己的均线，然后在81的时候，它的收盘就高于了它自己的均线啊。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就代表一个有效的向上交叉，也就是一个有效的买入信号出现了啊。那么这个买入信号出现之后，它也不代表说我们就要立刻进行开仓啊，因为我们还有第3道关卡，就是防止重复开仓的关卡啊。我们使用这个 for 循环来便利所有已经在运行了这个篮子，然后检查他们的这个 intra-bar time 是不是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个 current bar time 啊？如果是等于的话，那么它是代表的我们这个篮子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宿主中已经有一套网格系统是在这个 current bar time 这根 K 线上所创建的啊。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就直接 return 就是退出掉啊。那么这也是为了防止这个 EA 因为一些逻辑上的重复，会在同一根 K 线上开立好几个一模一样的篮子啊。那么这种情况是会产生的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的3个信号都已经被满足了，一个是容量没有满，然后就是出现了信号，然后就是没有重复的进行交易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篮子。然后这一行代码的话，它是在获取下一个可用的一个草位的一个索引啊。那么获取到这个索引之后，我们把这个索引进行加1的话，它就是把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篮子架进行了一个扩容，就扩出一个位置，为新的这一套网格腾出空间啊。那么有了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就调用我们的这个 create new basket 啊，就是创建新篮子的这个函数进行一个调用啊。那么这个函数呢，它就会去执行开仓的逻辑啊，并且返回成功或失败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如果它是开仓成功的话，我们就执行这一行代码啊，就执行把这个 current bar time 设置为复制到这个 intra bar time 这个标签之上啊。那么这个标签就是我们前面那个防止重复关卡，前面这里防止重复关卡所必须要检查的一个依据啊，就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闭环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死叉啊，也是我们的卖出信号的部分啊。那么它这里的逻辑和上面的逻辑是完全镜像的，就是颠倒过来的啊。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把这个 create new basket 这个函数给它补充完整。OK， 当我们的这个信号探测确认到一个新的信号之后，并且在我们的这个篮子架上扩容了一个位置之后，它就会立刻调用这个 create new basket 这个函数用来进行下单啊。那么这个函数呢，它会返回一个状态，就是告诉当前这个调用的函数，我们这笔初始的订单到底开成功没有啊？那么好，我们就看一下它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啊。那么它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刚才传进来的这个空槽位的这个索引，先去给它填充完整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初始的这个数据填充好啊，比如说它的这个唯一的这个 ID， 包括它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还有这里的初始手数、当前手数、交易方向等等啊。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magic number 啊，因为这里的话，它是我们这个 EA 能够同时管理多个系统而不混淆的一个关键点啊，因为它会使用一个基础的魔术号啊，那么这个基础的魔术号是我们这里用户输入的这个魔术号啊，
它会使用这个基础的魔术号，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这里生成的这个 ID 去乘以10000，而得出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专属的数字啊。那么这个数字就可以作为每一个新的网格的这个魔术号啊。那么这就是不同网格系统之间互不干预的一个方式啊。再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初始化的一些数值了啊。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准备开仓了啊。这里的话我们是先设定了一个下单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啊，那么它默认的话是一个 false 啊。再接下来是调用我们这个函数啊，来获取到我们出仓的一个函数一个仓位的一个备注啊。这里我先写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函数啊，它就是拼接了这个 ID 和这个是否和这两个状态啊，就是如果是出仓的话，它就写出仓；如果是加仓的话，就写加仓啊。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ID 啊，因为我们后续的这个逻辑会用到它啊。那么它最终重现出来的这个 comment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basket， 然后加一个它的 ID， 然后再加一个出仓还是一个加仓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再接下来这里就是给我们当前的这套网格设定的一个 magic number 啊，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 magic number 啊。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执行开仓啊，我们这里以买入为例啊，买入的话它就是越跌越买啊，所以方向是向下的啊。那么我们这里设定的下一笔网格加仓的触发位置就是使用当前价减去这个网格的间距啊，那么它的这个止盈价位就是当前价加上这个 TP 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两步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trade buy 来进行买入执行开仓啊。那么如果开仓成功的话，我们先是一个日志的一个打印，然后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是否执行成功的这个状态码给它复制到这个 is trade execute 这个变量中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会下单失败啊，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价位的问题，或者说是你这个资金的问题、保证金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开仓失败啊。那么如果说开仓失败之后，那么先是打一条日志，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把我们刚才这里进行的这个扩容啊，这不是加了1吗？如果你开仓失败的话，你就要把它减去1啊，就是要去掉这个扩容啊。因为既然你这个篮子的第一笔仓位第一单都开不出去啊，那么你这个篮子它就是一个废品啊，我们就需要把它从这个篮子架，从这个宿主中把它移除掉啊，把它该有的位置腾出来啊，否则的话你这个空篮子会永远卡在我们这个宿主中。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卖出的逻辑啊。那么卖出的逻辑跟买入是完全一样的镜像关系啊，所以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结果返回出去就可以了啊。那么返回出去到哪里？就是到这里啊。到这里的话，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它就会把这个intro bar 给它正确的复制啊。这样的话，这个就是防止重复开仓的逻辑就会进行生效啊。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初始的一个仓位啊，它的所有的这个相关逻辑就已经写完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我这里也是录制了50分钟了啊。那么大家先把目前的这个逻辑理清楚啊。那么下个视频就是我们非常关键的，就是多个网格信号间的加仓和按照利润或者按照盈亏平衡点等出场方式的一个代码的实现啊。好，如果有帮助的话，记得3连，感谢。